我们俩在一起2年了，刚开始他对我特别好，自从换了这份工作之后，整个人就变了，越来越不把我当一回事。我换工作还不是为了他，我现在压力也很大，只想着努力的工作，我也是想给他一个未来。我觉得现在有他没他就一个样，需要他的时候他又不在我的身边，那要这样的男朋友有什么用呢？我希望他能理解我，而且有时候他特别幼稚，容易依赖别人，我也是想让他成熟一点。他现在对我越来越不关心，但是却对别的女孩嘘寒问暖，甚至还把别的女孩给带回家来。我觉得我们已经没必要在一块了。和你在一起，我连安全感都没有了，这段感情该怎么办呢？有请这一对，有请男嘉宾小梁25岁，来自广东活动领队；女嘉宾小贝22岁，来自广东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2年恋爱了是吧？当时怎么认识的？因为当时的话，我们是在同一家公司，然后觉得他挺可爱，而且有时候挺细心的，挺喜欢的，所以当时就追了他。哦，今天是谁要来的呀？我这边要来了，因为他最近这2、3个月的话，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，老是跟我闹矛盾，然后说要跟我分手。本来吧，2个人谈恋爱，而且都在同一个城市，就感觉的话，2个谈着就像个谈异地一样。就感觉有她这个男朋友跟没这个男朋友就没啥区别。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，还感觉挺好的。他这个人，就是自从他换了这份工作以后，就感觉他整个人就变了。你小片里说的现在跟别的女生好像很那个，怎么回事？那时候的话，就是他去出差嘛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下午4点钟就回广州了。我们也很久没见了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打算给他一个惊喜，就跟他说。公司里面最近要经常加班，然后今天没办法陪你，然后我提前下班之后就去了超市买了吃的，去了他家等他，就想给他一个惊喜。然后去了他家，发现他不在家，那还好我有个备用钥匙，我那时候在他家已经6点多了，我在家等了1个多小时以后的话，听到开门声响了，我就想马上躲在那个门背后，想要给他一个惊喜。结果的话，我给他惊喜，他给我来一个惊吓。他直接领了一个女孩子回来，手里的话还帮别人提着个行李箱进来了。你说我是他女朋友，他见到我的话啥也没说，就来了一句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不能来，难道别的女孩就能来你家吗？”那时候确实有点误会吧，我那之后也跟他解释过了。那你有解释过吗？你还把我往地上推了呢。我那是推吗？根本就没有推，好不好？我都摔地上去了。对，人家怎么摔地上去的呢？不是，那时候他看到我们2个的话，他可能特别生气，而且他手都已经要伸出来了。然后我就怕他去跟我那个女同事要去打架嘛，所以我就扶一下他，然后不小心碰一下嘛。我不就是想去过去问一下他而已嘛。你那是碰一下吗？手都伸出来了。那我不就想把别人推回出去嘛？是吧？我当时就以为你就要这样嘛，而且你那时候特别生气。好。你回家为什么女同事带着行李来你家了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话，前3天他也知道我们去佛山那边去演出了，然后当时我们回来的4点多了，然后又得回公司那边去彩排，那彩完排吃完饭的话都7点多了，因为她也是我自己招聘过来的，她是外地女孩，广州这边她也没朋友，然后我这边也出于安全和那个方便嘛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住了2室1厅，她就在客房睡嘛。那孤男寡女的2个人共处一室也不太合适吧？何况你也是个有女朋友的人。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啊，因为那时候明天9点多还有场演出，我们7点多就得出门，这不图个方便嘛，又没有多想。那你对别的女孩子就这么上心，你有对我上心过吗？那在微信上面老是跟别的女孩子去聊天，左一口亲爱的，右一口亲爱的。这不工作需要嘛？不是你什么工作的？我就在演艺那边嘛，演艺的话一般的话要招聘。女孩子工作需要亲爱的呢？不是，
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的，就是我们要接大小活，就要不断的去招聘，像一些礼仪还有开幕典礼那些都要嘛，所以我必须的有些情绪上的安慰啊，然后就是需要这些嘛，而且这也很正常啊。正常吗？那他怎么跟别的女孩子说的？今天天气凉了，他直接就跟别的女孩子说，今天的话天气凉，出门多穿件衣服，下雨了就出门带把伞。你是天气预报啊？解释一下。而且的话，你天天都跟别的女孩子都说亲爱的亲爱的，你有叫我亲爱的吗？哪有你这么说的，是吧？哎，他叫你什么？我特好奇。胖妞。啊？胖妞。不过两个人经常开玩笑说的啊，没有叫过你亲爱的哈。没有。而且的话，他经常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就算了，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也没在我身边待过。我那一天的话，刚好急性肠胃炎犯了。哦。我跟他打个电话。不下去，感觉。为什么谈不下去呢？他工作又真的是那么忙，为什么谈不下去呢？就是感觉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不一定是24小时能陪着你，但是起码他的态度在这里。你感受不到他的态度，对吧？感受不到。也就是希望他理解一下我工作，也是为了未来的生活更好一点，所以就希望你多多理解一下我。但理解归理解，那我生病的时候你说忙就算了，我让你说想你帮我忙的时候呢，那你又在做什么？什么叫你？年底的时候我自学考嘛，
要考试。那我本来是做化妆品的话，就刚好那2天有客户上来找我拿单。那你说找别人吧，找同事，现在年底个个都在刷业绩，找了也不合适。他是我男朋友，那也是以前跟我同一份工作，也是最了解的。那我就找了他帮忙，那时候也跟他说，他也答应我了。那是确实啊，可是等我要考完试之后，我再找那个客户，那客户直接就跟我说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去别家拿了。我就感觉这事情特别的生气。生什么气呢？那本来你帮我跟进一下就可以的事情，而且我也看过你根本就没有跟进过，也没有找过我客户。那手机确实没信息啊，你让我怎么回嘛？那你哪有见过别人来买你家东西的，是跟着你后面求着你去卖给他的？那还不得你去先找一下他？好，还有别的吗，姑娘？有什么？家里面有只狗狗养了有5年多了，一只泰迪，自己走丢了。我那时候特别的伤心，好几天我都在找。那时候我整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就想打电话给他，他就直接给我来了一句：“我现在在开会，有事回来说。”我心想：你好嘛，你开会嘛。那我等他回来，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了以后，他就1、2句没事没事，不要难过，就这么敷衍的就完事了。我就感觉他这个人特敷衍。好吧，姑娘，那你能告诉我离不开的原因是什么？心里还是有他。你的心里还是有他的。对。所以呢，你再客观的告诉我们，你认为他起变化的这1年当中，确确实实像你说的那样，他一点都不关心你吗？还是其实也是关心的，只是你觉得不够？不够，我觉得他对别的女孩关心要比我要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如何帮助这对情侣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好，来说你们2个人的问题啊。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，对吧？你们的对比在哪？你带一个女孩子回家。
你进来之后，你感觉是惊吓，是吗？为什么会感觉是惊吓呢？你知道他有那个钥匙。我觉得你不是惊吓，你是恼羞成怒，才会推了他一把。就是你自己内心知道自己做了没有分寸的事儿。这就有点像什么呢？就有些男生在外面做了没有尺度的事，回来之后，当妻子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先倒打一耙，说：“哎，我在外面这么累，我在外面这么忙，你都不能够理解我。”这其实是内心内疚而恼羞成怒的一种表现。现在我问你这个事儿，你觉得你带一个女同事回家留宿，对还是不对？不对。不对，为什么还要对着她发脾气？以你挡在两个女人中间，她们肯定是打不起来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轻轻地推她一把？不是当时她就手伸出来了嘛，就扶一下。那为什么你不是保护她，而是保护那个人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当时就想着去解释的，然后她手就伸出来就要那个嘛，所以就扶一下。所以女生，我跟你解读一下她的这种行为，为什么她没有感觉到内心的愧疚和错误，反而对你发脾气，是为什么？一个女人如果弄不清楚爱情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首先跟你说对不起，确实在这1年中，我有时候是骗了你，但是我的目标、我的愿望还是没有改变，就是我所爱的人还是你，我就希望你能多的理解一下我。我也是想实现一下这个愿望，在广州买一套房子，然后把你娶进来。另外一种方面的话，我也是希望你能就少点依赖，多点独立，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，然后也为我们将来做更好的生活。你总是的话让我去独立，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去独立，可以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看电影，甚至生病了我不需要你的照顾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我真正独立了以后，你就多了一个前女友呢？啊，为前女友鼓掌是吧？你们在啊？行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
来，请关门。这个门会有什么变化呢？来吧，请开门。我错了，我会改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啊！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见证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前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会好好爱你的。